我发现，因为我父亲跟我母亲都有高血压的问题，医生说这东西会遗传，所以我们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啊，会量血压，偶尔他们量我就量一量。所以我在30出头的时候就发现我血压偏高了，我血压差不多是90的130左右。因为我30岁出头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点变胖了，血压有一点点上升了，每个人都觉得这是很正常的，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认为这很正常，所以并没有特别的去关注它。因为过了一段时间达到了大概90的140了，医生说我需要吃药了。他给我做了一连串的检查了，他告诉我我的高血压叫做原发性高血压，他说你以后吃药控制血压就可以了，其他不用管了，把血压控制好就好了。所以我从30几岁开始就接受了我有原发性高血压。至于原发性高血压是什么意思，我也没有去追究过它了。我的血压在吃第一种降血压的药的时候，这个药吃下去以后身体会排水，其实意思它是要把我身体里面的钠往下减。我后来读了一点书，读了一点资料，也有人说哎呀你自己少吃一点盐就可以了，其实跟吃那个药的效果是一样的。后来我才知道说哦，原来我们身体里面钠多了，我们血压有可能会上升，但那只是其中一种原因而已啊。但无论如何，大概有我这种经历的人都会就反正听医生的话嘛，就吃药嘛。我也听长辈说有可能要吃一辈子的药，然后他们也告诉我说你尽管在吃药的状态下，你的血压可能还会慢慢的上升，但是他说你不用担心的，因为现在的血压药有很多种，你血压到了这个一种药控制不了的时候还可以换药，各种不同的药。所以我当时听完了以后说 OK， 那我的血压交给药了，我就再也没有去考虑原发性高血压到底是什么了。一直到我40几岁50几岁，我吃药的情况下，在吃了3种不同降血压的药的状态下，没有运动，就是坐在这儿跟你聊天的情况下，我的血压是100的160。当时我的体重接近150公斤了，所有人都认为因为你胖了，所以你血压变高了，控制不住了。我也接受这个结果了，因为我还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啊，我用过仪器去测我的睡眠呼吸中止症。我在夜里头睡觉的时候，我的心率是达到了每分钟130下的，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就等于你在跑步，你在做有氧运动。我在睡觉的时候我的血压会到了160的，睡觉的时候睡着了我的血压是100的160的，意思就是说我的血压一天到晚都在非常高的地方，它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机会的。所以当时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定时炸弹啊，任何时候都可能出很大的问题的。直到我到了59岁60岁的时候，我决定再试一次，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救自己。我真正再重新开始读书，我从代谢综合症开始学起。代谢综合症里面有解释，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什么因素会影响你的血压。慢慢在了解到说，原来影响我们血压的因素是多种因素，不是某一种因素。肥胖不是原因，肥胖是某一些不健康因素的结果，而那些不健康因素的结果除了肥胖以外，还有一个血压会上升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开始引起我的好奇了，我觉得有方向了，是不是我可以去多了解一点了。首先我先去学习原发性高血压这个名字究竟是什么意思。他给你做了各种检查了以后都找不到原因，他就判定你为原发性。我的解释就是说那本来就有的了，你找不到原因嘛，你本来就有。所以一旦他决定我是原发性高血压以后，就不再去追究原因是什么了，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管理血压了。没有人会再去关心你的血压是为什么升高的了。从医生的角度来讲，他只能够给你吃不同的药。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埋怨医生啊，医生不能陪我们回家吃饭，不能陪我们回家睡觉，不能陪我们去跑步，他不能够盯着我们饭碗看我们吃什么喝什么。从医生的角度来讲，他只能给我们开药吃，他没有别的。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靠我们自己的。当我知道了这个中文名字叫原发性高血压以后，我就去读英文的书，结果我发现这个名词翻译有问题啊。英文的原发性高血压叫做 essential hypertension， essential 是必须的必要的，不是原来的本来的自带的，不是。 essential hypertension 是必要高血压。1922年一个美国的医生他首先提出来的这个名词这个概念，他说他认为有很多人的血压上升是因为身体有需要，身体需要比较高的血压它才能够维持正常工作，所以是 essential 必须的。如果我们身体不把这个血压调高的话，我们身体不能够正常运作，所以叫做 essential hypertension。 跟我原来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啊。因为如果我身体有需要把血压调到那样才能够正常工作的话，那是有迹可循有逻辑可循的，不再是一个遗传因为不明原因，再也不是了。我就有兴趣找一找看看我的身体为什么需要调高血压了。我从这个地方开始花了很多年的时间，
一点一点抽丝剥茧，我了解到影响我们血压升高的原因真正是多种多样的。我透过头2年的努力改变饮食，光是改变饮食，我1年半的时间我减掉了50公斤的体重，我去处理我整体的健康问题，还有我整体的营养问题。我的肾脏从第4期的慢性肾脏病现在已经进步到1期的慢性肾脏病，虽然我的医生说跟他开的药没有关系，可是他还是建议我继续吃这个药，有一点点降血压的作用。2年以后，我的血压在服用2种慢性肾脏病的药的状态下，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再吃任何其他的药物了，我的血压来到了大概75的115。现在我经常量血压，有的时候65的110，有的时候75的110，有的时候80的120，80的130，大概就在这个范围里面，很少离开这个范围。当然你血压不会永远固定在一个数字，所以我的血压现在就是模范生了，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血压了。为什么慢性肾脏病的人，我的医生告诉我血压稍微低一点好，他保护我的肾脏。所以当我的医生看到我的血压来到了60几70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说这样子很好。所以我的慢性肾脏的病的药并没有去调整，维持一个比较低的血压。过去我吃很多药，我血压下不来，所以医生很明确的告诉我，我血压下来，我身体健康的改进跟吃的药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么他建议我现在生活形态怎么做，我还继续做。所以我的血压很漂亮，已经维持蛮长时间的了。当初我的血压刚刚开始恢复正常的时候，是大概恢复到了80、120、80、130左右，那样维持了很多年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一直不停的学习，后来我发现了更多跟营养跟饮食有关的东西，我再去做调整，最后降到了大概65到70，上面的话110、115。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是可以透过饮食、透过生活方式、透过营养补充剂各方面的帮助来改善的。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，其实它并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它是有原因的。它是为了适应你生存的需要，身体把血压调高了，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，每一个人的身体遇到的挑战不一样。从医生的角度来讲，他没有办法标准化来处理这件事情啊。所以当他们在一个标准的检查过程当中，通通找不到原因的时候，剩下就标准化了，就开始靠管理血压了。但我在同时，我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在20世纪初发现了这个原发性高血压以后，最早的时候并没有引起药厂的重视啊。但当刚刚开始出现有控制血压的药物的时候，然后呢又发现有这么多人有原发性高血压的时候，这个市场啊就引起了很多大药厂的重视了，因为人数太多了。其实在1970年代的时候，血压没有超过100到160，他不管你的，他认为就是很正常的，要超过100、160，医生才会去处理的。到了1990年的时候呢，这个标准改到90的140了。到了2017年的时候，美国心脏协会把这个标准改到了80的130了。你们猜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这些标准的改变全部背后都是各大药厂的手啊，因为这个标准降得越低，吃高血压药的人就越多。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，有没有必要吃药控制我们的血压？有必要的，因为血压长时间的过高会引起我们血管的疾病，会引起心血管疾病啊、脑血管疾病啊，各方面的疾病它都会来的。意思就是说，管理好血压是重要的，但是我们所有的人就依赖高血压药了，就再不去寻找它的原因了，这是我们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。市面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，血压是要终身吃药的，这句话来自于药厂，药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血压高的人是要终身吃药的，他们不希望我们再去找血压升高的原因了。这里呢，跟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我自己血压的状态。下一期我们来讲一讲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发现哪些因素是导致我血压上升的重要原因，我给你们大家下一期分享。